今天刚和男朋友提了分手，我其实整个过程还是比较的平静的，毕竟我们都是成人了，所以聊的也比较的清楚。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，完全是我今天刚分手，和朋友聊了也很久之后的对这段关系和以前关系的一些回顾。第一点就是你的开心快乐其实最重要的。我到后期这段关系里，我就觉得自己每天都不开心，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很难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开心，就是总觉得自己闷闷不乐，然后容易生气，容易会觉得对自己有怀疑。因为你在一段比较有毒的关系里面，如果你每天都充斥在争吵、猜忌、算计里面，你要担心的对方是不是又在猜你怎么在做什么，他有没有觉得你这个话怎么样，就是你每天都感觉踩着玻璃渣或踩着 eggshell 在走路的话，你很难有一个非常放松、快乐、愉快的心态。但这个心态永远是你自己最重要的，如果没有这个，你也不会找到很适合的伴侣，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都不会很顺利。所以只要对方不管是朋友、家人还是伴侣，让你长期处在一种负面的情绪里面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考虑说他是不是真的适合你长期的往下走。人一定要忠于自己，以自己的感受为先，特别是女生，因为女生本来就会更容易的去为对方着想。第二点，这个可能很多人也有同感，就前期的 red flag 会在你关系的后期以它的完整形态展现出来。每个人前期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幻想嘛，或者把你自己想要的完美形象 project 到这个人身上，但是在各种细枝末节里面，你就会看到说这个人有些点他是有点奇怪的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说话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但前期你可能觉得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你扫一下过去，但你心里面这个种子其实是种下的，但是你到了后期，这个种就慢慢发芽，慢慢破土，直到长成一棵小树或者是参天大树，你不能再去 ignore 忽略它的时候，就是它可能阻断这段关系的时候，或者让你觉得原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很重要的东西，但是我之前前期一直在 ignore 它。所以我觉得前期还是要多观察，给自己一些时间停下来去思考一下，它这个点为什么我觉得它奇怪，它的背后逻辑是什么，我能不能长期接受这种类型的沟通方式，或者他说的这些理念和他的价值观。第三点就是三观不合真的没有办法长期走下去。这段关系是我非常深刻的意识到什么叫三观不合，就是我们底层价值观非常的不一样。比如说我是一个对婚姻是有向往的一个人，我会觉得两个人和伴侣在一起共建一个新家庭，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，我也很向往家庭生活。但是对他来说，他觉得家庭是结婚是无所谓的，没有任何的理由去结婚，他也觉得小朋友也是可有可无的。虽然我们这个在前期就有沟通过，他好像当时并没有给我感觉说特别的排斥，但是后期我每谈到这个责任和以后的计划，他就跟我说我就觉得结婚没有意义。你觉得结婚有意义吗？就是他让我去说服他结婚怎么样才有意义。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无法说服他，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虽然说他觉得没有意义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意义的呀，我一定要解释他为什么有意义吗？我就是觉得他有意义，那造成我们很大的一个矛盾点。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他对亲密关系的定义我们俩不太一样。他觉得单独和异性去吃饭看电影不属于亲密的举动，那我觉得你单独和别的女生出去吃饭看电影，这不是亲密举动是什么？这不跟平常约会一样吗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大的分歧，就是到后来就是你想要说服对方，我们互相想要说服对方，但是我们是没办法改变的，因为他觉得你没有道理，我觉得你没有道理，大家都找不到一个中和的点，也不是说谁的 idea 更好，就是你们俩就是融不到一块，你们的这个齿轮它是错位的，它没有合在一起，你们这个齿轮是滑不起来，它就不可能让你们这个 train 把你们这个关系的火车再往前走，因为它的本身的齿轮就是不相配的。再来第四点是不要将就，不要因为年纪和现实的很多原因去将就，因为你要想想这个人是你以后想要一起在一起40-50年的人。我觉得其实在我一个30多岁的女性来说其实很难的，我会觉得说家庭社会有很多压力给你说你应该这个年纪要怎么样，要结婚生子，特别是年纪到了，然后什么高龄产妇，各种各样压力给到女生。那这个时候女生可能就会有一些压力，觉得这个人可能这方面不行嘛，这方面还能凑合，他好像可以成为怎么样。你会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小的 box 里面，试图让自己 fit 到这个 box， 但是长期以往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你可能浪费了时间，
到后来还是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二，你可能进入了婚姻，跟这个人生了孩子，发现他变本加厉，反而让你的时间成本好像更高了。所以我觉得真的宁愿单着，我觉得也不要找一个你其实真的不觉得合适的人在一起，将就真的没有意义，因为你要考虑你自己以后40-50年的人生，你要怎么样忠于自我，你要怎么样开心饱满，就是 live to the fullest self 才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不是找一个人将就。不对的人他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和快乐。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被太多的这种世俗的约束啊、压力啊去绑住了手脚，但其实真实来说你是有选择的。你就算一辈子不结婚不生孩子又能怎么样呢？自己赚了钱你自己也能生，虽然说这个我不提倡单亲妈妈，因为太辛苦了，但是你说你实在想要生的话，或者你领养也行，就这东西不是一个必须要找到一个人，找到一个不合适的人，然后把自己下辈子搭进去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都是可以有商量余地的。讲的有点乱，那今天就是作为一个小结吧，我可能之后也会发一些关于情绪健康表达，不管是情侣间的和个人的和父母之间的一些情绪沟通，也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。那祝大家都能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